来到了有着中国霍格沃茨之称的河北美术学院，发现这边除了夸张的建筑尺度，还有多元的建筑风格之外，似乎和其他大学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，所以少了一些戏谑的成分，而是在校园里面真实的走了一圈，感觉还不错。文艺复兴在河北的继承者，在城堡里面开超市，我觉得欧洲也不如这块欧洲。这学校在建工程的好多，应该是河北曲阳县的。哇呵！大家好，延平 Mrs. Gary。现在 Gary 我们呢就是刚从石家庄出来，之后去的地儿非常非常期待，可以说是这趟旅途里面最期待的一个，算是景点吧。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学啊，国家认可的民办大学——河北美术学院。然后它比较出圈的点是在哪儿呢？是在那个它的一个整体的规划和建筑形式。是一个博采众长、学贯古今，融汇东西方的一些艺术大成做成的校区。就河北嘛，河北就是大家老觉得土，你包括对吧？我是河北出生的，我这个也不算自黑吧，就它确实是这么一个客观情况。你看我们从山西开过来，对吧？山河四省，你明显能感觉到，进了河北地界呢，确实它这个整体的文化氛围会低一些，偏重工业的这些，拍土味视频那个十里芬也很火嘛。它的取景地，我觉得80%都是河北，对吧？它就是技学嘛。现在我是没有去那一块儿，还没有感受到啊，所以我也不赘述了，只是以我一个游客视角，我非常期待那个地方。再说一下它的位置啊，它不是在石家庄，它是在石家庄北边的县级市，叫新乐市。已经到了这个新乐市区了，这一拐弯就看见它那个塔尖儿。这地标性建筑，看这占地规模真的很大，地图上是一大片。这个登记很复杂的，身份证什么都需要。这哥特，我靠！这个是啥呀？这有点融合了，有点古罗马那种大殿，对吧？罗马柱，这个里面太大了。哦呀，这不是卢浮宫吗？这不，太梦幻了。哇，你看这个罗马柱的这个建筑是设计学院，但它也可以承揽一些外部的商业活动，太考究了。这个用料真的很扎实啊。这么建学校怎么回本呢？这是民营的，他这边学费1年35000，35000我估计好多是给这个建筑买单了。哇，和这是中西合璧，这是，你看这相当于是在城堡里面开超市。校工衣服上写的“美术帝国”，这真不是吹的呀，这个不叫帝国，啥叫帝国啊？这个设计学院底下，这是雕塑系。就是刚进入学校这10分钟，一开始呢来还是带着戏谑的成分，但是在这边溜达了10分钟，我觉得他们的作品真的是有东西的，它不是说一个这个纯搞笑、纯抽象的一个打卡地，它是正经学东西的，艺术成分很高，这个题材也很正。你看这些比例啊，包括五官神态，对，你看这个姿态，就很舒展。像之前咱们在北京，你像花家地那边央美的一些毕业展，反正我觉得这块的一些作品比我在那块看的要好，它是有很多想法在的。艺术啊，真是艺术。门口这3个也是特别好，这动静结合。就是来河北美院之前呢，我绝大多数的一些兴趣点是在于说看看它有多夸张，有多抽象。
在来完以后这个10分钟吧，就是这种想法完全改变了。它是实实在在一个很正规、很专业的一个美术学校。然后我觉得我之后的一些视角应该是更偏向于欣赏了，因为我觉得特别戏谑的话是对这些比较用心的老师啊、学生是很不负责任的确实是不错。刚才看的那个雕塑展，包括它设计学院的一些对吧感官吧。这边呢是有点巴洛克，有点巴黎那边的小洋房、小古堡的状态。这边是很哥特，然后又有点大本钟的感觉。前面呢，这建筑有点像迪士尼的那个开篇 logo。你看碧波荡漾，这真是欧洲啊！我觉得欧洲也不如这块欧洲。现在消费降级嘛，真的别去欧洲了，就直接来河北省新乐市河北美院。哇，前面还有拍婚纱的，欧洲蜜月啊，什么旅拍那些也别搞了，直接这个来河北美院就啥都解决了。东西结合，传统的，就是来他们酒店办婚礼。对啊，酒店也有。就是你像这2个建筑同时出现，人就会很恍惚啊。对吧？还有这个游览的小火车，他从那边开过来，然后叮叮叮到站下来好多人，然后其他人就哗啦啦上去。对，不是这个鸡鸣古城灰姑娘城堡，理解这学校这么开放吗？哦，这什么呀？哦，这是不是食堂啊？大排档，看看。这没到饭点了吧？哦，可以吃下午茶。不是，你得去人正经有一个食堂大楼，那个好几层呢。你跟我走吧，我对这儿熟。东亚艺术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国际教育学院，哦，也有一些国际学生。感觉美术生确实是女生多，女生比例挺高的。地方啊，搞得我都又想上学了，来不及了。你看一车女生，啊，还有新建筑，就是学生每年交这3万块钱，其实不是学费，是工程款，还在建呢。这学校在建工程都好多。可能男生不多，就篮球场是没什么人。靳尚谊这个央美老院长，他也是在那个文峰塔那边。文峰塔应该就是那边的那个塔没完工呢，但是有一些展可能在那边。他这个学校，他策展的质量也都很高的，央美老院长的展，然后包括一些河北省的一些优秀美院毕业生的展。就它不是说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很抽象、很野鸡的那种感觉。反正我是一个比较有猎奇心的游客嘛，这是我的一个感受。我觉得最真实的感受还是，如果说有在这学校就读的学生，如果能刷到视频，可以分享一下。然后我觉得这些硬件从艺术上来说是挺
挺绝的。展览馆，说上面这个已经建了10几年了。哦，不知道真假的，说上面可能还有一些信仰的东西。河北省优秀美术作品。好多呀，没有人都。看完展了，质量挺高的。哦，沙滩啊！南法呀，看着这个西欧的建筑，这不是南法吗？我去再拼一下这个水的颜色，拼蓝一点就行。这是尼斯啊。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这不是假树，这是真树。放大点啊，不像是假的。那它冬天怎么搞啊？哇呵，这我感觉欧洲也看不了这种景色。欧洲的古堡也没有建在沙滩上呢。我们现在走了半天还在南区呢，然后刚才问同学说北区有那个吃的比较多，正在往北区走。现在想想刚才看的那个通勤小火车非常有必要，每天要这么走，走个几万步。好像直接穿过去就是北区了。北区是哇呵，这个太有排面了，闻到香味了。因为我们进来呢，只是活动限定在南区这区域，然后北区这一块又得要刷脸啊，所以这次没有办法去北区探访了。希望之后还能再来。你看似是意大利的石刻，实际上应该是河北曲阳县的石刻，是吧？离这儿也不远啊。对呀，应该就是曲阳那边产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次呢，游览的区域是在河北美术学院的南区。总结下来就是非常大，而且建筑确实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。我们呢走进去的建筑不多，但为数不多我们走进去参观的院系呢，也能感觉到很强的艺术氛围，所以我觉得这也能打消大家的一些偏见，就是它这个地儿还是正经学美术的，我觉得，学生女生比例很高，然后校园环境非常优美。为什么总是提这句话？对，我就看见前面全是女生，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景点来探访呢，也是非常可玩的。但是进学校其实很难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正经的本科高校。像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参展，所以有机会进来。其他的话，可能平时要找时间预约吧。就先这样了，拜拜。那你就慢慢跟我处。